Hello， 小伙伴，我是摄影师 JCK， 真的不是标题党。作为一个尼康用户，也许我真的找到了一款比 Capture One 更好用的联机软件，至少在我的工作流中，它比 Capture One 更好用，也更简洁，所以忍不住跟大家，尤其是康党们分享一下。它就是尼康自家的尼康远控这款软件，国外版本叫 NXTaser。不过我看国内很少有人在讲这款软件。其实你看看这款软件在国内和国外的尼康官网介绍页面也能说明问题。在国内的就是一个小小的像插件一样的下载页面，但在国外的版本里边，这款软件却做了高大上的宣传页面。其实说来惭愧，我自己作为一个尼康10年的用户，几乎很少用尼康自家的软件，因为在很多年前，它曾经给过我用户体验差、功能少的印象。所以我的工作流里面一直都是Capture One 加 Adobe 系列的软件进行创作的这么一个组合。不过随着工作的进行，我越来越发现一款好用的联机软件的重要性。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拍摄中的一个痛点吧。比如说在很多需要焦点合成或者多次拍摄合成的时候，我需要保证画面的绝对稳定。可能这里有小伙伴会推荐微距导轨或者重型拍摄架，但我真的都不推荐，很单纯的个人看法吧。觉得那些尤其是像你在产品上面使用的话，有点笨重且低效。那 Capture One 呢，在联机对焦方面，我认为它也是有点笨拙，体现在手动对焦的选择上，它只能通过点击这些按键缓慢的移动对焦点。但对于画面中有多个焦平面的拍摄来说，我认为效率不够高，因此我之前都是通过手机或者 iPad 用尼康自家的 SnapBridge 无线联机。虽然这个方法可以保证画面的绝对稳定，但是毕竟是无线联机，难免有时会断连，这对于商业拍摄来说是不可靠的。于是我偶然发现尼康远控，也就是 NXTaser 这款软件，却可以很方便的在电脑上点按对焦，指哪打哪，保证了画面稳定的同时呢，效率也直接拉满。接下来我跟大家演示一下这款软件的操作，以及跟大家总结一下这款软件的几个优点吧。当然了 Capture One 在联机和修图的连贯性和专业性上面依然有非常强大且全面的功能，我也把这两款软件的总结的思维导图放在视频后面了。OK， 我先从简单的尼康远控，也就是 NXTaser 的安装说起，然后我也会把他们的这个下载链接放在简介里面。在尼康的官网里边有个支持和下载，在下载中心你要找到这个软件，然后这里有尼康远控，然后其实我们配合着尼康远控呢，大家还要再装一个东西，就是尼康工坊。不过这两个软件都非常小啊，相比 Capture One 的话，像尼康远控才只有30兆左右，就非常小了。尼康工坊也只有200-300兆 ，Capture One 动不动就要2-3个 G 了。然后下载完呢，就在这里看到安装好这两个软件，安装过程非常简单，我就不说了。然后呢，你就打开尼康远控。如果你只是单纯的通过它去控制快门，但不需要马上去查看照片呢，你只需要这一个远控就可以了。但是对于绝大部分专业摄影师来说，因为我们希望我们拍摄的照片所见即所得，对不对？拍完就在电脑上能显示像 Capture One 那样，所以我们还需要再下载一个尼康工坊。尼康工坊打开呢就是这样，它俩之间怎么去做一个连接和设置，就是能让你拍摄完的照片就显示在这里呢？大家跟着我这步骤走就可以了。首先我们打开尼康这个远控，需要有几个设置的地方，在工具里面有一个偏好设置，在偏好设置打开这个目标位置，用以在传送后查看照片的软件在这里把尼康工坊关联上就可以了，其他的你都不需要设置，就是一些个性化的，你根据需要吧。然后我是都没有设置。然后这里呢，建议你把这个照片存在计算机里一份，卡里面一份，这样也是一个双重备份。像下面的这些，其实你不用管它，一看也都能看明白，就是你把你相机上的那些操作都转移到这边来了，就你都可以，包括光圈呀，对吧？
你都可以手动控制。OK， 然后我们这个上面的设置其实最基本的就是这些，我们就不用管了。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尼康工坊这个软件里你需要怎么设置，主要就是你在文件夹里面它会设置一个你拍摄的路径。那我在新建了一个文件夹，你打开这个软件的时候它就会提示你去做这一个设置。然后呢，这里有一个文件在拍摄后立即显示图像，这个应该是默认就显示的，如果你没有显示呢，你要检查一下这个有没有勾选上。简单来说，我们的设置这样就可以了。那我们先拍一张看看能不能连接上呢？ OK， 看到这里，这个就是拍摄按键。那我们调一下相机，随便拍一张。好，看到了吗？马上就显示过来了，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几乎是秒传。好，这就是它的安装与使用。OK， 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推荐它的一个原因，也就是它比 Capture One 更强大的地方在哪里。我们现在打开尼康远控，大家知道其实 Capture One 也一样有这个 Live 这个模式，对不对？我们在这里 Live 模式下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拍摄的情况，但是你看像这个画面中我们有很多的焦平面，我们要对不同的焦平面去对焦拍摄的时候，那可能很多人不做商业拍摄，他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要在电脑上操作。因为你如果在相机上操作呢，你只要手放上来，不管是多么可靠的三脚架，它都不排除会有轻微的像素位移，这对于后期的合成来说会增加一些工作量和增加一些不确定性。但是你看我现在如果通过这款软件呢，我直接在这个地方看到了吗？我指哪打哪，你看这几个不同焦平面秒对焦，所以我通过这样去拍摄，我可以完全避免去触碰相机，而且它非常高效的就可以完成拍摄，最终我把它合成成一张。但是呢，如果很多人说你用 Capture One 也可以啊，我现在打开 Capture One 给大家看一下。 Capture One 里边有个 Live 模式，大家看到我只能通过这里去摁这个去调焦点，这个是非常非常慢的，你明白吗？如果这个画面中你的前后空间关系有很多的这种焦平面，你通过它去调猴年马月了。如果你只是拍微距，比如说珠宝之类的，你用这个微调，这个是很好用的。但反过来呢，你去看尼康远控，它一样可以去微调，就是说它比那个 Capture One 除了同样的微调功能，它还有了迅速的这种点按对焦，这个我认为是它非常强大的一个原因。接下来我跟大家对比一下这两个软件，就是尼康远控或者 NXTaser 和 Capture One 在同样拍一个场景，然后用同样连接线的情况下，它们的拍摄传输速度。我们先从 Capture One 开始吧。好，我现在 Capture One 我点这个对焦，大家看一下它拍摄速度。OK， 它差不多是这样的速度。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 NXTaser 尼康远控它的速度。我现在点击这个对焦，好，大家对比一下。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就是经过我多次的测试，尼康远控还是要比 Capture One 更快一些的。接下来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一个对我来说很有用的一个功能，就是监看的功能。大家看我这次跟大家录视频的这个场景，在我自己的这个工作间，然后你正常在取景器里这样看的时候，因为它没有翻折的功能嘛，像平常有时候我要把手机放上去，或者去买专门的监视器去弄上去，其实这个过程我认为都稍微有点繁琐。如果你要求没有那么高的话，你还是直接用尼康远控把线连上之后，看看这里，好，
我在这里就可以随时的去查看，包括我其实还可以在这里去控制各种参数，我依然可以从这里包括录制开始呀，所有的参数我都可以在这里去调节，不需要在相机上去操作了。包括你去录视频，它可以录制的一些格式啊，它这里都可以去调。所以对于我来说，我们正常拍摄的时候，旁边随便放一个这种机器去做一个监看，还是非常非常方便。好了，以上就是这期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NXTiger 尼康远控这款软件的一些优点。因为我们不是去专门讲联机，所以我也没有花很多篇幅去讲 Capture One 的很多功能。我把这两个软件的一些功能上的对比放在这里了，以及各自的优势，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吧。如果本期视频对大家有帮助呢，也希望大家可以3连支持我一下，然后大家的点赞、投币和收藏对于我来说都是很大的创作的动力，我也会持续跟大家分享干货。好了，视频就到这里了，拜拜，跟大家拜拜，咖啡，拜拜。